朋友们，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发现你家里的监控摄像头被你老公给调了，调到了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你会怎么想？气得我直接冲回家抓信箱。前天我收到短信，说我家电费没了，要交电费。我上周末刚交完500，我就寻思他咋能没呢？我就问大胖媳妇，我说你是不是在家用浴霸烤地瓜了？你是咋的了？她说她什么都没干，我就觉得很可疑，我就开始调监控。结果我发现我家监控被大胖媳妇给调了，哎，给我调成朝着墙角了，居然不让我看，那我怎么可能罢休？我就开始往回调监控，一直调到了4天前，我找到了这个事件的开端。4天前，他刚刚把它买回家，这是第一次充气的作案画面。孩子们是5点到家，下午3点半，大胖媳妇开始充气儿，不到4点充气完毕。本来他就坐那等着孩子们回家玩，但是他坐在那里如坐针毡，我就看他拼尽全力抵御充气城堡的诱惑。无论充气城堡怎么勾引他，他都在克制。然而3分钟后，他的克制终究是崩盘了。OK。一直到今天，这个充气城堡每天都被他们仨玩，只是到了6点，他们仨就会给他撒气儿，然后把城堡收起来。我在办公室一看时间，呀，这个点马上他们仨就要收摊了。我当时我就冲出去了，我这么着急回家教育他们当然是一方面啊，更重要的是我得第一时间赶到作案现场，我得拍视频。我工作的地方其实离家很近，但中间有红绿灯的地方贼堵，给我急的也是不择手段。这路上我就回忆，1周前大胖媳妇就跟我磨叽过，说给家里买了个淘气堡。我说你但凡让我看见这个淘气堡，我就给你撇了。他挺听话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不让我看见淘气堡。我就寻思你有钱花这上干啥呢？大胖媳妇不服气，说同样是双11，为啥我买 SK2 就行呢？我说该省省该花花，充气城堡让你费电，但神仙水让我保持年轻，坚持7天1周期，皮肤回春像大衣。双11一瓶到手半年量，肌肤没有空窗期，你们再作我也依然年轻。我就冲回家了，哎，门的密码锁上大胖媳妇给改了。验证失败。而且我刚刚才学会一个事儿，那个监控摄像头它手动可以给它掰走，我手机还可以控制它给它调回来。他们搁屋里干啥我都能看着。我在外边咣咣敲门，就听见他们在里边给那个城堡撒气儿，能听着不？我听着了，哎呀，大胖媳妇拼命撒气儿。此刻的她不是大胖媳妇，是撒气儿夫人。撒气儿夫人回家我就批大胖媳妇，我说谁好人家整这个玩意儿，占地方不说，老费电了。大胖媳妇孩子们都来跟我说啊，就是喜欢就要留着，不能扔。费电这个问题，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省回来就行了。给我气的，我说那今天晚上谁也别用电了，你晚上你不还得备课吗？我看你怎么不用电，你给我省回来。没心没肺3人组跟我说，备课的电可以省，但是充气城堡必须留。老爷们一起跳舞啊！喂，哥们儿，呀，你媳妇来看看。我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哎，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，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，还没排上呢。原因是还是不够大，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。我这小姑子就是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，她是个E杯，照理说不该溺水，因为这E杯完全能顶救生圈。不夸张的说，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。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。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呀，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。但是呢，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多好啊，你是童颜巨胸，我是巨颜童胸，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。但是他很真诚的说，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，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，就非常痛苦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。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，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G杯女士在等待手术，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。你说你一个E杯，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，是不是杯水车薪？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，只能回家等着去。你说谁遇着大忌不得让人走？回来跟我一顿抱怨，最后由衷的跟我说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，没胸就不会下垂，没胸就不会下垂。我说你荒诞至极，我虽然没胸是不假，但是我依然下垂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，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？当妈的可能能懂，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，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，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。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先大吃完小，吃先大吃完小，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。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，吹瘪几次以后就跟我的胸一样，就是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，泡了汤的馄饨皮儿。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，我选内衣的时候，核心不只是耳力，还有知天命。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去，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，太累不行。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，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。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。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，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。
我一直用内外，这回买了俩颜色。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，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，还内置了硅胶条，内外两股力可以一起支撑。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，扒的就特别稳，不会一动就乱跑。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，很贴合，不会空杯。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、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。分大小杯穿的，丰盈款和3、4杯款。3、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，太舒服了。你们穿过就知道了，内外是真好穿。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，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。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 G 呀，对不？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，有内外这种好内衣，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。今天我跟你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，就是我想认真的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我是90年出生，就是我是90后，但是为什么在你们所有人心中，我是一个就是76年间的这么一个产物呢？我也是看着《流星花园》薰衣草长大的这么一代人呢，就是偶尔夹杂点马大帅啥的。那我青春期的时候想撒娇，我也是就是道明寺你这个周桃寺，然后想装深沉的时候，我也是就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啊。我也是看着偶像剧，听着流星雨，暗恋着花泽类长大的一代人呢。为啥别人心中我就是看着红灯记，听着评书长大，然后梦中情人是唐国强老师呢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管我叫彩玲姐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比他们大很多？为什么我的人设就这么的风尘？我录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就那些长得很年轻的95后啥的，管我叫彩玲姐行；徐志胜管我叫彩玲姐也行。毕竟人徐志胜的问题，他长得不是苍老，是蹉跎。他那张脸就感觉被什么玩意儿给蹂躏过，就蹂躏了。但是蹂躏他的是啥呢？也说不清。但肯定不是岁月，这都行，这都行。关键是周奇墨见着我管我叫彩玲姐，他好意思吗？他是不是狂徒？你们觉得他比我年轻吗？最有意思是前2天我回铁岭上浴池搓澡，被认出来了。这个浴池搓澡这个搓姐呢，就咱也别说人看着岁数大，不能制造容貌焦虑嘛。但反正在浴池唠嗑是，就是人今年刚当老，然后这搓姐还跟俺吐槽呢，说他的小外孙子刚出生，爹妈给起名叫浴池汉轩，孩子姥姥呢就不明白。爹姓董，妈姓赵，孩子姓尉迟，他就不懂这跟的是什么风。我说那你有啥不懂的？这外孙子随你姓吗？你看你姥姥叫尉迟夏尼，外孙子叫尉迟汉轩嘛，多好听！尉迟夏尼，尉迟汉轩的，都属于村子味儿的嘛。完这东北搓澡，他不搓4面吗？就搓到第3面的时候，他刚要拍我，他就发现他说你挺短的呢，搓床空半截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抖音上面那个彩玲姐？就尉迟夏尼管我叫彩玲姐那一刻。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蹉跎的内心起涟漪。夏妮的姐姐是春妮吗？实话说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服，我觉得我脸长得不老，而且咱亚洲人本来皮肤就挺紧致的，你没看着我老公他一家人呢？他们一家人那个皮肤，咱讲话了就不是咱嘴损啊，就一吹那个褶子都直起浪，皮想紧肉不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而且我不也是很注意保养吗？这是我第3次推荐羽西流金瓶的，这次是新升级的流金瓶 2.0 版本，玻色因的浓度从 9% 升级到了 15%。羽西是欧莱雅集团皇室中的一个低调却得宠的公主，这个浓度属于皇室专宠了，用起来感觉肤感更细腻，吸收的也更快。里面有鼠李糖，还有红茶酵母，维稳皮肤屏障，所以可以抗衰老。那我和别的喜剧演员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觉得自己说段子不好笑，有创作瓶颈啥的。我觉得我自己老逗了，一天给自己笑个咯咯的，就那蛤蟆疯了我笑一天。面部表情就比较丰富嘛，它可以改善我因为面部表情过欠长出来的抬头纹和法令纹。因为有青海的雪域虫草可以延缓胶原流失，再加上玻色因本来可以激活胶原生成，所以在胶原蛋白这个领域上接近增加了1倍。你说实话，其实是不是挺嫩？尤其它加了玻色因助推的渗透科技，就省得白涂一层挺老厚，其实一点没渗透。加点助推高科技，以免